结婚后，两人天天累得不行。要是在农场再办一次婚礼，是不是还有一次洞房？结果傅少铎翻身把他压在下面。不办也可以有。这天晚上两人折腾到后半夜才睡。第二天江庆差点起不来炕，相反，傅少铎神清气爽的一大早就去厨房做早饭。进入3月份，整个农场又重新投入到工作中。这时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地上肥，这里施肥用的都是牛粪、马粪，甚至人的粪便，实在太臭了，隔老远都臭味熏鼻。第一天江庆还真去了，结果没走到地里就吐了，连酸水都吐出来了。后来江庆给自己找了个活，他把空间里除了小麦种子外的其他种子拿出来一部分，在自家院子里示众。江庆对外宣称自己有了新的工作，为队里培育高产量、必生长的优良种子，没法再去地里扬粪了。队里的人听说江庆在培育优良种子，都持支持态度，一个个对他信心满满的。然而总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声音传出来，比方孙小妮逮着人就说江庆的坏话。别听江庆胡扯，他能种出产量高的种子，笑死个人了，你们都被他忽悠了，他就是想逃避干活，不想挑粪，等着看吧。到最后江庆肯定说没种成，他要是能种出来，我倒立着在全队跑3圈。诸如此类的话他不嫌烦，天天在大家耳边叨叨。后来他没说烦，其他人都听烦了，没人搭理孙小妮，任他一个人自言自语。种子种上就不需要江庆管了，于是江庆白天的时间变得非常清闲。当大家都去地里扬粪时，只有他在家待着无聊。好在于凤家的邮件到了，里面是于凤家和葛明丽答应给他找的教辅书和历年试题的。江庆不光自己看，还打算让傅少铎跟着他一起看。明年年底就要恢复高考，要是我们2个都能考上大学就太好了。然而还没等他提起这件事，傅少铎已经看到桌子上放的一堆书。数理化自学丛书立体几何，你在哪儿弄到的这套书？二嫂给的，她书店里的库存，以后咱俩晚上下了班一起学习吧，多学些知识总归是有用的。好，还有这几本也是我让二嫂帮忙找的。傅少铎看到面前几本机械名，立刻激动起来。傅少铎向前一步把江庆抱进了怀里。谢谢媳妇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我爱你。从那天起，两人每天回家吃晚饭就双双坐在桌边学习。有一天，周东阳过来找傅少铎，被满桌子的书给惊呆了。你是不是闲的？晚上回来抱着媳妇睡觉不好吗？居然浪费时间看这些书，想拿个高考状元呐？让我咋说你？傅少铎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我看啊，你跟几静才是一对，他每天下班回家也要拿着书看好久。什么意思啊？想说我媳妇不爱看书，晚上学习的事是我媳妇先提出来的，我只是陪着她一块。你急什么急？我就随口说那么一句好吧？不行，一句都不行。周东阳无话可说。两人才和好多久呀，就无条件互上，这还是我认识的傅少铎吗？冷静，至此的人设呢，全他妈崩了好吧，兄弟。江庆在厨房给周东阳倒水，刚出来走到里屋门口，就听到两人的对话。周东阳走了后，江庆走过去坐在傅少铎大腿上，抱着脖子不肯撒手。怎么了？难得江庆这么主动，傅少铎既高兴又诧异。江庆嘴唇贴在他下颌上亲了口，喜欢你呗。说完就想离开，傅少铎眼眸立刻暗沉汹涌，反手按住江庆，深入的吻下去。后来江庆是被傅少铎抱到炕上，两人纠缠了好久才结束。江庆累得睡着了，他双眼闭紧，脸颊还带着情动后未褪去的潮红。傅少铎忍不住俯下身亲了亲他的脸，怎么亲都不够。江庆被他闹得睡不安稳，现在闹就要把他闹醒，傅少铎才不舍得起来。他从来没有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如此粘着一个人，想把他抱在怀里不撒手，想每时每刻都能见到他，知道不该有这么强烈的独占欲，可他控制不住自己，抬手摸了摸江庆的脸。你是我的。可能到了春困时节，江庆每天都觉得特别的乏力，怎么睡也睡不醒。晚上傅少铎下班回家时，看到江庆打着哈欠，回来了，是不是太累了，困成这样？不知道，可能春天就这样吧，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每天在大棚里想着怎么培育种子，肯定是精神消耗太大了，赶紧回屋去躺着睡会儿，我去做饭，做好了叫你，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睡会儿。江庆躺几分钟不到就沉沉的睡着了，等他再醒过来时，已经快7点半了。江庆看到坐在桌边看书的傅少铎，听到他起身的动静，傅少铎抬头朝他看过来。醒了，还困吗？还是有点困的。这么困啊？再困也先把饭吃了，吃完饭再睡，快起来。起不来，要抱抱。他耍赖的朝傅少铎伸长胳膊，傅少铎忍不住笑出声，身体却很自然的迎合过去，顺势将江庆抱了起来。抱我媳妇去吃饭，荣幸之至。油嘴滑舌。江庆被他抱到桌边坐下，我去锅里把饭菜拿出来，怕你醒了饭菜都冷了，我把它们放在锅里温着。傅少铎说完转身去了厨房。江庆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一阵暖烘烘。这么好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老公，怎么想怎么觉得好幸运。
本以为自己要孤独终老一辈子，却不成想被系统扔到这个年代，遇到了傅少铎。系统，其实这个年代还很不赖的嘛。系统立刻被他召唤出来，只是语气带着点幸灾乐祸。恐怕你很快就不会这么想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快要知道了。系统说完这一句，就再也没了动静，除留下江庆一个人坐着瞎想。这鬼系统究竟卖的什么关子？最近江庆老是犯困，怎么睡都睡不够，再怎么困也得起来先把饭吃了。起不来，要抱抱。傅少铎走过去，顺势将江庆抱了起来。抱我媳妇去吃饭，荣幸之至。油嘴滑舌。这么晚了，别吃那么多，小心又要胃疼。去年江庆曾经犯过一次胃肠炎，从那以后，傅少铎就十分注意江庆的饮食，不让他吃太凉的、太辣的，还有不能不规律吃饭。不会胃疼的，我没那么娇弱。不可以，明天早上我给你煮鸡蛋面条，到时候你再多吃点。现在真的太晚了。好吧。江庆不情愿地默认了傅少铎的意见，他默默扒拉着碗里剩下的饭，忽地觉得心头一阵恶心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。他这边的反常把傅少铎给吓了一跳。是不是胃又疼了？不是。江庆只来得及说出这2个字，就猛地起身跑去门外，哇啦哇啦的吐了一地，刚刚吃进去的饭菜全部都被吐了出来。然而江庆还是觉得不得劲。傅少铎皱眉把江庆扶起来，让他在椅子上坐着休息。我去找小李，让他把拖拉机开过来，咱们马上去总厂医院。傅少铎说完，也没等江庆回应，闪身走了。他走得很急，江庆想拦都没拦住。其实刚才吐完，江庆觉得自己好多了，没必要再去医院折腾一趟。不过傅少铎已经去找小李了，那就还是去看一下吧，看完也就放心了。等到了总厂医院，值班大夫认出他来。您好，麻烦你给我爱人检查一下，他好像吃坏了肚子，来之前吐过一场。哦，好的，马上安排检查，稍等。说完，大夫开单子，让江庆先去做检查，把结果报告单拿给大夫。大夫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有2个数据超标，但和他吃完饭呕吐没有丝毫关系。那能是什么原因？如果不是胃肠炎犯了，还能是什么？这样吧，我再开一个单子，你们拿去做检查。等到检查结果出来，大夫把检查单从上至下仔细看过一遍。刚开始还没啥太大反应，看完后他忽地笑了起来。这位同志没事，不用担心。那他为什么吐得那么厉害？那是正常反应，怀孕初期都会有不定期的孕吐，属于正常现象，不要担心。孕吐？傅少铎和江庆同时都惊呆了。是啊，你媳妇怀孕了，目前看来月份还小，还不到2个月，头3个月是重点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江庆和傅少铎对视一眼，江庆眼中是愕然，傅少铎则一脸不敢置信。我媳妇怀孕了。傅少铎消化掉大夫的话，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巨大的喜悦霎时裹挟住他。是啊，抽血化验过，结果是很准确的。傅少铎再也压抑不住内心惊喜，一把抓住江庆的手。其实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他抱在怀里，可这是在医院，必须要克制再克制。江庆这会儿呆呆的，有些没转过弯来。怎么就怀孕了呢？我们没有用计生用品来避孕，可傅少铎每次都没在里面。等等，婚礼那天晚上是例外，难道是那天怀上的？江庆无语了，想得好好的2人世界，就这么没了，一个小生命已经孕育在自己的身体里。江庆下意识用手摸了摸小腹，啥也感觉不到，但心情却莫名变得不一样了。他此刻情绪太复杂，江庆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。另一边，大夫在跟傅少铎交代注意事项，平时忌口什么，多吃什么，怎样让孕妇减少孕吐。傅少铎听得特别认真。最后大夫确实没啥可再交代的，傅少铎这才向大夫道了谢，起身带江庆离开。走出房间时，江庆还有些浑浑噩噩，他看向傅少铎，我们有孩子了。傅少铎忍不住笑了笑，是啊，我们有孩子了。刚才大夫说预产期在12月，这段时间你别做饭了，都由我来做。大夫告诉了一些减轻孕吐的办法，到时候咱们都试一试。你有什么想吃的也要告诉我，我都给你做。对了，这段时间你不能再整天待在棚子里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现在你不是一个人，记住了。江庆点点头，低头看向平坦的小腹。真难以想象，孩子竟然在毫无预料的时候到来了。傅少铎瞧见江庆的脸色，还手拉住了他的手。我知道你没打算这么早要孩子，咱们本来说好明年要的，可是他既然来了，就是一种缘分，咱们高高兴兴的迎接他，好吗？傅少铎语气低沉温柔，仿佛触动到江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好。他仰起头，朝着他露出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往外走的路上，江庆想起系统的幸灾乐祸。狗系统，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怀孕了，却装神秘不告诉我，难怪那种语气，呵呵。到了家门口，傅少铎一直把江庆抱到床上。我没事，你不用这样小心翼翼的。不行，大夫说了，头3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必须要非常注意。没那么严重，大夫一般都会往最坏的结果说。
但基本都没事。不行，大夫特意嘱咐过的，咱们还是要遵守。江庆还从没见过傅少铎这么紧张过，他忽的心里有些往下沉，觉得想要到孩子已然凌驾于他，成为他心里的第一位。你就这么担心孩子吗？你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想要孩子？想要。江庆一颗心顿时直线沉下去，然而还没等他回应，傅少铎又继续道：我想要我们的孩子，可我更担心你的安危。刚才大夫说过，如果出现意外状况，会对你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我不想你有一丁点的危险，我只想你好好的。他语气凝重，眼底浸透的全部是江庆的身影。江庆沉溺在他的眼光里，呆呆地看着他。傅少铎忽地凑过去，亲了下他的嘴。江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好好保护你，也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非让我在孩子和你之间选其一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。我心里的答案永远只有你。不否认，我喜欢孩子，也想要我们的孩子，可那绝不能建立在失去你的基础上。江庆，你能明白吗？他语气深情而专注，江庆只觉得自己呼吸一阵紊乱。江庆抱住了他，趴在他怀里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此刻内心从未有过的安宁。